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讲搜索的功能。因为搜索不需要心力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心力功能整个给关掉，这样我们有地图就比较大一点。搜索的入口是在右上角这样一个搜索的按钮，我们点击它。这边其实给大家一个提示啊，你既可以输入一个名称，也可以输入纬度、逗号、经度这样的一个格式。那我们先输入地名试试看。我们搜索简单一点，天安门。所有跟天安门有关系的一些地名的就出来了，比如说我们选择天安门，那就到了这个天安门城楼的位置上了。这里的搜索呢，实际上用的是腾讯的搜索，那这是第一个情况，也是大家80%的用户可能都会用的这一种情况。但是如果说你想搜索一个国外的地名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你想搜索日本的富士山，这就是腾讯给出来的结果。显然呢，这些结果呢，并不是我们想要的。那怎样去找到日本的富士山呢？左下角呢有一个搜索全球的按钮，我们点击它就可以了。那这边第一个结果给出来的就是日本的富士山，我们可以看一看。好，这是用中文去搜索一个国外的地名。那还有一种情况，如果你知道英文名称，你想直接用英文来搜索呢，那也是可以的。比如说我们搜索埃菲尔 Tower， 就是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。好，大家看到这个左下角已经没有搜索全球的按钮了，因为如果你用英文搜索的话，我默认不会是使用腾讯搜索，而是使用这个全球的搜索。这个埃菲尔铁塔是第一个，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。这就是搜索的3种情况。下面呢，我们来讲一讲输入一个坐标，点击它，然后这边呢，我们输入2个数字，一般是纬度和经度。比如说我们输入34.987。然后用那个逗号隔开逗号14.789，这是我随便输的2个数字啊，这是纬度，这是经度。那我们搜索一下，这个就找到这个结果。同时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显示的就是这个结果。这边呢，其实大家可以输入各种不同的格式啊，有的因为像这边就是2个度数，你也可以输入度分秒。记得输入度分秒的时候，你就把隔开来就可以了。比如说你想输入34度，然后5分36秒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不用把那个几个符号给输入了，因为用手机输入符号很麻烦嘛。然后中间还是依然用逗号来隔开来，这一点不能改。然后呢，114度8分6秒就可以了，或者6.9秒，这样都可以。然后你搜索也就到了这个位置上来了。同时你点击它呢，你可以看到这种不同的格式。这边所有你看到的格式呢，我们都可以去识别它，并且搜索。所以大部分情况下，如果你在网上找到一个地方的 GPS 坐标，你拷贝下来，直接输入进来就可以了。本来呢，这个视频到此就结束了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，我们还要再讲这么2分钟时间。大家知道我们说的坐标系呢，如果是到其他所有的国家，大家用的都是一个统一的坐标系，叫做 WGS84， 也就是国际标准坐标系的坐标。而国内呢，因为种种原因，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坐标系，是中国的国标局发表的一个坐标系，称之为 GCJ02 的这样一个坐标系。这个坐标系和国际标准坐标系是有偏移的，但是呢，当你看到纬度和经度这2个数字的时候，它都是你看不出来它到底是哪一个。那举个例子啊，这边呢，我在我的剪贴板上已经拷贝了一个坐标，我们长按它，然后粘贴。这个坐标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标准坐标系的坐标，在这边搜索的话，大家看到了哪了？本来这个坐标实际上应该在天安门前面的一个坐标，但现在已经偏移到了大剧院的旁边了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加一个标记吧，这样可以看到这个坐标是在哪里。这个位置显然是不对，那怎么才能得到正确的坐标呢？我们点击搜索，其实也很简单，你在前面标明一下你这个是国际标准坐标系就好了。国际坐标系的标记是 WGS84 嘛，你就用 W 然后一个冒号隔开来就可以了。如果我看到是 W 冒号呢，我就自动帮你转换一下，转换成国标局的坐标。看，这就是实际的位置。我们也可以标记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看这2个位置的差别有多大。如果我把这边设置为我们的相机位置，这边社会拍摄主体，然后用距离工具来看一看，大家看到之间隔了554米的一个偏移。这个偏移并不是一个等量，在全国各地偏移值是不一样的，所以
只是在这一块刚好是这样一个偏移。更糟糕的是呢，这个百度公司呢莫名其妙又多了一个新的坐标系，称之为百度坐标系。如果你知道你得到的这个坐标系是百度坐标系的坐标呢，你在搜索的时候在前面加一个 B 就可以了。大家看到这个坐标跑到这边来了，这就是在国内用的3个坐标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偏移关系。我是觉得很没有道理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呢，不幸在国内就发生了。最后还想说明一点啊，搜索地名的时候是需要网络链接的，而搜索坐标呢是不需要网络链接的。大家如果把这些坐标记下来，没有网络情况下也可以使用我们这个软件找到这个地方。好，到此为止呢，这个搜索的视频就讲到这就结束了。